呆萌可爱的蚂蚁可以搁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2年零6个月前，昆桑想要给自己的蚂蚁打造一个阿凡达主题乐园，自己养的蚂蚁已经在蚂蚁塔里挤得满满的，快装不下了。阿凡达中很多场景都是取景自中国，比较出名的场景就是悬浮山。同时，昆桑还想给这个主题乐园里打造一个水下的区域，加入一些小鱼小虾和蚂蚁共生，通过在玻璃上打孔来实现水的过滤器的安装，还可以通过储水打造一个小瀑布。昆桑希望这个场景有天空悬浮山，有陆地，还有水下的空间。昆桑这批蚂蚁最初是从养了一只以后开始，从一开始的几个工蚁迅速成长为了一个庞大的小黑帝国。首先，昆桑把之前的造景缸收拾了出来，然后和朋友一起打造了这个阿凡达造景骨架，岩石通过根系联系在一起，和哈利路亚山一样。那么这些岩石是怎么悬浮起来的呢？一开始昆桑想使用假石头，但是考虑到小黑会咬复合材料破坏造景，所以还是使用了天然岩石，使用较大的木头在后面支撑起最重的石头。有些大块的石头是直接粘在玻璃背景上的，其他比较小的石头很轻，可以粘在根状的木头上，然后加入一些更细的树根，让整个景观看起来更自然。而且每个悬浮山都是挖空的，这里面可以加入一些土，让小黑来筑巢。不知道以后会喜欢哪个部分呢？缸里还有一个陆地平台，这样会给小黑一个觅食和活动的空间。陆地的倒影在水面形成漂亮的形状，这也给水下的生物提供了躲避的空间。通过过滤筒出水口打造的瀑布，可以让小黑有喝水的地方。昆桑还买了一些会发光的水母，模拟潘多拉星球夜晚的发光植物。关上灯看起来效果还真不错，不过打开灯就没那么好看了。昆桑决定还是给造景添加一些植物。几天后，造景变成了这样，缸里加上一个雾化器，可以提高造景缸的湿度。在悬浮山和陆地上添加了一些苔藓，在雾气的笼罩下更有那味了。不过只有苔藓好像还不够，得添加更多植物才好看。昆桑把目光转移到了旁边这个小缸，缸里不知名的小野草在没有泥土的情况下都长得郁郁葱葱，那就是它了。在悬浮山的周围种上这些小草，昆桑还给小黑们添加了惊喜，那就是自动喷淋系统。对于小黑来说就是天气系统，还可以给植物浇水。养水1个月后，造景已经差不多完成了。过滤桶里的水沿在悬浮山潺潺流下，流进主题乐园的大河里，河里已经产生了生命，蚊子的幼虫孑绝，水变得很清澈了，消化系统已经初步建立。总算到了要把小黑放入主题乐园的时候。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这些蚂蚁为什么叫小黑的问题。那就是这些小黑会产生很多垃圾，吃完的昆虫躯壳、粑粑，还有BBQ的小黑。是时候介绍主题乐园里的3大水兽了。本来昆桑跟商家定的是4斤的龙虾1只，不过商家说没有，那就改成黑壳虾吧。它们可不是一般的黑壳虾，它们是0.003斤的澳洲大黑壳，买它们昆桑可是不差钱的。商家还赠送了一个爆弹呢，给他们扔一片螺旋藻。好家伙，这些澳洲大虾们很快就扑了上去，用他们的大钳子扯成了碎片。接下来这些是小丑灯鱼，当一些小黑在悬浮山玩的时候，可能会不小心脚滑掉进大河里，这可能会成为这些小鱼的食物，就是担心他们会不会嫌弃小黑的味道。最后是这条漂亮的斗鱼，从它身上华丽的颜色和鱼鳍来看，这家伙不是个善茬。为了避免蚊子幼虫的增加，昆桑迅速把3大水兽搞里头。42天后，总算到了要把小黑放入主题乐园的时候。不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防逃液。这些小黑跑起来特快，被它们咬一下倒是没事儿。不过昆桑这里有2万只，所以必须得有防逃液。考虑到环保的因素，使用婴儿痱子粉和酒精混合，在鱼缸的边缘涂抹成一条溜光大道。总算到了要把小黑放入主题乐园的时候，使用一根圆管连接蚂蚁塔，圆管涂抹上防逃液，另一端放在最大的悬浮山上。小黑们奔涌而出，看得昆桑身上都起了毛毛狗了。看着小黑们在这片主题乐园里尽情的探索，这真的挺有意思的。这只小黑发现了新的悬浮山，它着急的回去给蚁群报告。在悬浮山下的树根上，小黑们形成了一条高速公路。
他们很快占领了大部分山头，而且他们还发现了通往瀑布的小桥。他们会在这里喝水，并把水带回给蚁群。有只小黑滑倒掉进了水里，但是昆桑并不担心，因为小鱼对他并不感兴趣。昆桑喜欢看着他们穿梭在悬浮山旁边的树根上，想象自己是其中的一员，那真是太酷了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0.6个月前，昆桑给自己的蚂蚁打造了一个阿凡达主题乐园。经过1个月的造景，水体也已经养得差不多了，开始放入小黑。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以后它有可能在迁移的过程中受伤，一旦以后出问题，整个蚁群也会消亡。还好在昆桑的观察中，以后并没有掉进水中被水兽吃掉。不过找到以后，用眼神助攻，帮助他安全地进入悬浮山，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也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刻。在成千上万的小黑中找到以后，这可能比碟中谍8的剧情还复杂。这是爸爸去哪儿的姐妹篇，妈妈去哪儿的终极挑战。自从以后进入蚂蚁塔之后，昆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当小黑们搬进悬浮山的同时，也可能是唯一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再看见以后了。小黑们正在进行第1阶段的搬迁，在悬浮山的土壤里建造巢穴和房间。小黑们需要很多的空间来容纳卵，又重合以后，所以小黑们非常的忙，他们要把挖出来的土找到倾倒的地方。看这只小黑，它叼着一大块泥土，不知道他想把泥土放在哪里。好家伙，他跑到了悬浮山后面，这下结果成了一个谜。有些小黑掉进了水里，昆桑并不担心，他们会成群结队的游到同伴身边，彼此互相连接，形成活的小船，然后团结在一起滑向最近的陆地。所以这次搬家对小黑们是一次非常大的体力测试，在几天的时间里就得打造一座新的城市，把婴儿老人运输到这里，同时还得对抗3大水兽和自然灾害。在整个地球上，除了这些小黑，可能只有中国人可以做到。所以昆桑准备给小黑们补充一下体力，那就是昆虫果冻，有红糖味的，还有草莓味的，还有香菜味的，还有一些果冻味的果冻，把它们分别放在各个悬浮山头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小黑们闻到了香味，就都赶了过来。他们吃饱后会回到大部队中，发自肺腑的把自己肚子里多余的食物嘴对嘴的喂给饥饿的同伴。看到这里，昆桑突然有点不想变成蚂蚁了。小黑们也会在路上留下信息素，让其他的小黑知道通往美食的路线。高速公路上挤满了前来补充碳水的小黑，很快果冻上也挤满了小黑，他们补充了足够的能量。昆桑看得着迷，都忘了要找以后的事儿。以后他到底去哪了？想找到他可能完全靠运气。昆桑只有一个相机，这里有4个蚁巢，那么以后会从哪个蚁巢里出来呢？这个小圆形蚁巢里面有非常多的土，不过这里太潮湿了，以后不可能住这里。这是2号人工蚁巢，虽然里面有很多的卵和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小黑，所以以后也很可能不在这里。再看一下3号人工蚁巢，里面有非常多的卵和幼虫，不过这地方太脏了，以后不会喜欢这里。那么只剩下了这个最大的蚁巢——蚂蚁塔。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卵，以后很可能在这里。终于在观察了一晚上后，昆桑发现了小黑们开始运输蚂蚁卵了，这代表着以后也会随后出现。9个小时后，以后还是没有出现。18个小时后，还是没看到以后。昆桑有点绝望了。就在昆桑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以后出现了。当他出现的时候，昆桑已经毫无困意。在一群小黑的护送下，以后走上了悬浮山，进入了土壤中的蚁巢里。小黑帝国的新篇章开始了。1天后，小黑的搬运工作差不多接近了尾声。看下高速公路就可以发现，还有零星的小黑在叼着蚂蚁卵运向新蚁巢，而原来的蚂蚁塔里只剩下了一点泥土，已经快搬空了。小黑们也把巢穴建在了大部分悬浮山上，他们占领了整个阿凡达乐园。2天后，昆桑观察到了这座悬浮山已经变得不再悬浮，小黑们把它改造成了一个蚂蚁塔，底部铺上了在山上挖出来的泥土，这样在下山的时候更方便了。很多苔藓附着在了石头上，还有一些从石头上自然生长了出来。而悬浮山头上的一些苔藓因为生长条件不够好而干枯 BBQ 了。小野草长得倒是非常好，
不过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瀑布的旁边长出了非常多的霉菌。还好，昆桑还发现了一些小跳虫，它们会吃掉霉菌和一些垃圾。昆桑在悬浮山下的陆地上发现了一片奇怪的地方，原来这是小黑们的墓地。如果小黑BBQ了，就会被抬来这里吃洗。10天后，昆桑决定给小黑们每餐一顿，把一只小强放到小黑比较少的悬浮山顶。一些小黑闻到了小强的味道，他们急匆匆地赶回巢穴，在路上留下了信息素。小黑们还发现了一些未知的通道，蚁巢里的小黑们得到了信息，派出大部队前往小强的位置。为了确定小黑们的筑巢，昆桑往蚂蚁窝里倒入一些水。昆桑发现有的悬浮山里并没有小黑筑巢，总共有4座悬浮山上有蚁巢。接着昆桑又在陆地上放了一只小强，想看看哪里是小黑们的母巢，也就是以后所在的巢穴。可是最多出现小黑的地方居然是地下的一个隧道，原来小黑帝国还有秘密巢穴。昆桑分析，陆地的石头骨架由 PVC 管道组成，也许小黑们发现了其中一根管道的开口，在里面筑了巢。人类经常骄傲地认为我们就是这个地球的主宰，是地球上进化最高级的动物，可以随意的往大海里倾倒废物垃圾。而蚂蚁已经存在了1亿多年，研究它们的创造性、建筑和畜牧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可能会对我们有更大的帮助。好了，本期蚂蚁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